解氣，太解氣了！這邊韓國總統李在明帶着滿滿的合作誠意訪華，臨走前還見證了中國給鄰居的特殊待遇。另一邊，日本剛喊完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被中國商務部2026開年的1號出口管制狠狠打臉。這對比只能說求錘得錘，一點不冤。大家好，歡迎來到星球熱點。國家大事從不缺席，輿論場中抽絲剝繭，聚焦獨家中國資訊。點讚、訂閱加小鈴鐺，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1月6日，中國商務部發布2026年第1號公告。這份被網友稱為開年絕殺的文件，字不多，但分量千鈞，禁止所有兩用物項對日本軍事用戶、軍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於提升日本軍事實力的其他最終用戶用途出口。更狠的是，長臂管轄條款，任何國家和地區的組織或個人敢把中國產的相關物項轉移給日本，都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這哪是簡單的管制，分明是給日本的軍事擴張和挑釁行為來了個關閘斷水。可能有人還沒 get 到這份禁令的殺傷力。我們先看這個關鍵概念：軍民兩用物項，不是說只能軍用的戰鬥機、導彈才受限制，那些既能民用又能軍用的物資和技術，全在禁令範圍內。小到加密傳真機、特種鋼材，大到稀土、金屬鎵、碳纖維，甚至甲苯、硫酸這類基礎化工原料，都被劃進了禁止出口的範疇。別覺得這些東西普通，對資源匱乏的日本來說，每一樣都是續命剛需。作為一個90%以上物資依賴進口的國家，日本對中國的依賴程度早已深入骨髓。日本經濟產業省的數據不會說謊，核心稀土100%依賴中國進口，在全球根本找不到替代供貨商。其他稀土資源的對華依賴度也高達60%。半導體產業離不開的金屬鎵、金屬鍺，90%都要從中國買，就連抗生素原料藥70%都得靠中國供應。更嚇人的是，日本每年進口的4300多種商品裡，有1406個品類完全依賴中國，佔總門類的40%。而這些品類的貿易額佔比更是超過60%，相當於日本進口的半壁江山都攥在中國手裡。除此之外，日本進口的碳酸氫銨90%來自中國，尿素進口量也超過40%，這些都是農業生產的核心化肥原料。如果這些物資被納入管制，日本的農業大概率會崩盤。有人說日本可以自己種大米，可沒有化肥支撐，僅憑日本有限的耕地和人口，別說滿足國內需求，能不能避免糧食危機都是個未知數。更別提中國要是進一步收緊農產品出口，日本的超市貨架恐怕都要面臨空窗。另一邊，這段時間的日本旅遊行業損失也是肉眼可見。中國遊客一直是日本經濟的頂梁柱，目前中方只是發布旅遊提醒，一旦升級為全面禁令，日本將直接損失2.2萬億日元。現在高市早苗還在硬撐，可看着依賴中國的1406個商品品類、停滯的軍工項目、岌岌可危的農業和旅遊業，不知道他所謂的強硬還能撐多久。作為二戰戰敗國，日本在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中明確被要求完全解除武裝，不得維持能使其重新武裝的產業。和平憲法也對日本軍力做出了嚴格限制。可這些年，日本防衛費連續13年上漲，近5年激增60%。2025年更是達到11萬億日元，還把直升機驅逐艦改成了出雲級航母，公然突破和平憲法限制。高市早苗更是狂妄叫囂，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粗暴干涉中國內政，這種開歷史倒車的行為，難道還能指望中國視而不見？反觀韓國總統李在明的訪華之旅，簡直是鮮明對比。他不僅在社交媒體積極談中韓合作，
還特意前往上海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追溯抗日歷史記憶。這一舉動既是對歷史的尊重，也是在向日本發出明確信號：歷史問題並未翻篇，軍國主義的沉渣絕不能泛起。中韓兩國都曾遭受日本軍國主義的暴行，在反對日本再軍事化這件事上，有着天然的共同立場。這麼說吧，現在的日本就像一個被慣壞了的孩子，以為靠着美爹撐腰，嘴上喊幾句狠話就能為所欲為。可他忘了自己的經濟命脈、產業根基都深深依賴着中國這個鄰居。資源匱乏的先天不足，加上過度依賴外部供應的後天缺陷，讓日本在中方的精準反制面前根本沒有反抗之力。這波制裁不僅是打疼日本的經濟，更是敲醒他的軍國主義迷夢。時代變了，想在東亞搞霸權、搞分裂，中國第一個不答應。中國1號禁令一出，日本的反應堪稱大型翻車現場，高官急着跳腳抗議，網友忙着嘴硬找補，企業悄悄評估損失，整個朝野亂作一團。之前還在叫囂絕不退讓的高市早苗政府，此刻終於體會到了卡脖子的滋味，那種色厲內荏的樣子，實在讓小編忍不住想調侃：早知今日，何必當初。最先跳出來的是日本外務省亞洲大洋洲局局長金井正章。1月7日凌晨，這位去年11月還訪華談合作的官員，突然話鋒一轉，向中方提出所謂強烈抗議，還佯裝受害者姿態叫屈。此次專門針對我國的措施與國際通行慣例嚴重不符，我們絕不容許，對此深表遺憾。這番話聽着義正辭嚴，實則漏洞百出。中方早就多次警告日方，若一意孤行，發表錯誤言論，必將承擔後果。現在不過是言出必行，怎麼就成了不符合慣例？更諷刺的是，金井正章的抗議剛說完，日經225指數期貨就應聲下跌約1%，資本市場用腳投票已經說明了一切。投資者比日本政客更清楚，失去中國的兩用物項供應，日本經濟將面臨多大的衝擊。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的官員私下坦言，由於中方沒有列出具體受限清單，現在根本沒法判斷影響範圍，企業只能陷入恐慌性等待。日本網友的反應則分成了兩派，一部分人還在嘴硬，說東京灣底下有礦，大不了自己開採。可稍微懂點常識的人都知道，深海採礦技術難度極大，就算能挖出稀土，分離提純的產能90%都集中在其他國家，日本自己根本沒有成體系的產業鏈。有業內人士分析，就算日本現在開始布局，想擺脫對華稀土依賴，至少需要5至10年，短期內純屬空談。還有網友說，可以找美國、澳大利亞幫忙，可他們忘了，美日澳3國合作開發稀土的項目還停留在紙面上。澳大利亞出礦，美國出錢，日本出技術的模式，短期內根本形成不了產能，更別說填補中國留下的巨大缺口。另一部分日本網友則清醒得多，直接在網上吐槽高市早苗政府，明明知道依賴中國，還偏要去碰台灣問題，這不是自尋死路嗎？現在軍工項目要停擺，相關產業要裁員，普通人的生活也會受影響，到底圖什麼？而據日本野村綜合研究所的評估顯示，用於電動汽車驅動電機鋁磁體的迪特等重稀土，日本幾乎100%依賴中國供應。如果禁令持續3個月，日本將損失6600億日元，年名義和實際 GDP 將下降0.11%。如果持續1年，損失額將達2.6萬億日元。GDP 減少0.43%，這還只是稀土一項的影響。要是加上金屬鎵、鍺、碳纖維、化工原料等關鍵物資，損失簡直無法估量。對了，小編還注意到一個細節，特別有意思。日本自衛隊依賴的高端加密傳真機、密碼機核心芯片和算法都依賴外部供應，短時間內根本無法自主替代。有業內人士透露，僅加密通信設備這一項，日本至少2年內難以完成自主量產，這意味着日本自衛隊的敏感信息傳遞將面臨巨大障礙。
曾經被日本吹上天的工匠精神，在核心技術和供應鏈面前瞬間變得不堪一擊。現在的日本就像一個握着炸彈卻渾然不覺的賭徒，以為靠着外部勢力撐腰就能贏下所有，卻忘了自己的命脈早已被別人牢牢攥住。中國的1號禁令不是貿易戰，而是維護國家安全和地區和平的必要舉措。他清晰地規劃出了一條底線，任何國家都不能干涉中國內政，任何試圖挑戰中國核心利益的行為都必將付出沉重代價。日本是時候醒醒了，高市早苗政府與其忙着抗議嘴硬，不如好好反思一下，到底是與中國合作共贏划算，還是跟着軍國主義的幽靈一條道走到黑划算？如果繼續執迷不悟，等待日本的只會是更多更嚴厲的反制。畢竟歷史已經證明，凡是企圖分裂別人國家、復活軍國主義的勢力，最終都逃不過失敗的命運。好了，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關注我的頻道，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